这几天大家都知道美联储降息了吧？哎，你是不是第一反应每个月的房贷能不能降？能不能抄底买房？黄金要不要买？是不是跨境电商的机会来了？今天咱们就用大白话聊明白。说白了就是美国经济有点不得劲儿，消费不行，就业不行，美联储就拿出了老办法降息，让借钱更便宜，刺激消费和投资。但你要知道，美国一降息，全球经济都会发生波动。首先，我们来聊聊汇率。降息后，美元疲软，人民币相对坚挺，进口商品可能更便宜，但出口的企业压力更大。再聊聊资本流向，随着降息，热钱也会全球流动。瑞士的银行就说了，如果美联储继续降息，钱可能从美国市场跑到中国和香港，股市和债券可能先热起来，特别是科技、电商、基建这些板块。但要记住，这种钱来得快，走得也快。中国会不会跟着降？从过去5到10年的数据来看，美联储加息，中国一般不跟，避免融资的成本太高；而美联储降息，中国不会立刻跟，但有更大的空间调整 LPR。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几个问题：一、房贷会降吗？房贷开 LPR 不会直接跟美联储挂钩，但本次降息让央行更有余地，你可能会感觉房贷压力慢慢的在减少。二、楼市能不能抄底？1、2线的核心地段学区房依然抢手，成本更低，而3、4线城市供过于求，再降也救不了。结论就是楼市分化将更明显，抄底只限少数优质的区域。3、黄金要不要买？美元弱，黄金自然更香，长期小仓位拿着还行，但别幻想直线上涨，中途波动会很大。4、股市要不要冲？降息通常利好股市，加上外资可能流入，短期会更热。但中国股市看政策和基本面，千万别当稳赚不赔的买卖。5、对于跨境电商的影响，美元走弱，美国人买中国货更便宜，订单量可能增加。对于亚马逊、特木、谢因卖家是利好，但汇率和物流成本可能增加。6、对于海淘的影响，海淘族用人民币买美亚、Costco 的东西，理论上更便宜。7、存款还值不值钱？在降息这种环境下，钱会越来越不值钱。如果你一直存在银行，将跑不赢通胀，可以考虑更稳健的理财。美联储降息对咱们的影响是，房贷的压力会小，楼市会更加分化，炒黄金将迎来机会，股市的热情会更高涨，跨境电商的接单量会更多一点，海淘可能更便宜，存钱将更难保值。降息不是直接给你送钱，而是提醒你钱会越来越不值钱。那么你会把你的钱放在楼市、黄金，还是股市，或者还是干脆搞跨境电商呢？咱们评论区聊一聊。好了，这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内容，请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咱们下期再见。